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一则新推出的100瓦氮化镓3口充电器和 USB4 磁吸全能充电线的详细评测。这款充电器延续一则3眼仔的风格，只有3个 USB-C 口，能同时给多设备充电，非常实用。USB4 磁吸充电线材支持高速传输数据和240瓦的充电规格，安全可靠。接下来我会全面测试这2款产品，看看它们实际表现如何。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谢谢大家。咱们话不多说，直接开箱看看实物。充电器的包装白色的色调，充电器的实拍图片，一则的 logo， 型号是 EJ10，100瓦氮化镓3口的标识，侧面规格信息，底部是认证信息，背面充电场景图片。我们打开包装盒，充电器的中英文使用说明书，充电头装在这个塑料卡座里面，外部有一个环保袋子把它装着的，非常简洁，四周都是做了圆弧倒角的设计，磨砂的质感。这一个盖子则是亮面的一个质感，折叠插脚的设计，3C 口的标识，一则的 logo，100瓦标识，正面也是一样的，3个 C 口，设计非常的独特。这一根240瓦的 USB4 磁吸数据线，它是装在一个直筒的盒子里面，这边是一则的标识，底部是厂家的信息，规格说明信息贴在这个侧面。打开盒子，还有一个环保的袋子把它包着的。磁吸的设计有一则的 logo 和一个奶瓶的标识，因为这个线它就叫奶瓶线吧。线材的磁吸的力度的话恰到好处。整个产品连包装盒一起的重量是 306.5 克，充电头和数据线的重量是256克，单充电头重量211克，单数据线重量45克。充电头的宽度是 62.5 毫米，高度为63毫米，连插脚的高度79毫米，充电头的厚度32毫米。这个充电头拿在手上，手感、质感都是非常不错的。线材的直径 4.1 毫米，护套的宽度11毫米，厚度 6.5 毫米，护套的高度 19.7 毫米。数据线表面编织网布的设计，大家看一下这个网布的细节，做工还是非常不错的。数据线的护套都是采用的这种光面的塑料，手摸上去质感很不错。内部的触点为满触点的设计。这根磁吸线跟这个充电头放在一起，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啊！我觉得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搭起来非常不错的。外观部分我们简单的看了一下，我们就进入测试部分的内容。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充电头规格信息以及它的充电口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100瓦氮化镓充电器 USB-C ×3， 型号 EJ10， 输入规格100至240伏的全球电压。Type-C 1口输出最高功率100瓦 ，Type-C 2口输出最高功率也是100瓦。Type-C 3口输出最高功率是65瓦。下面是多口输出的规则，我们后面再测试。深圳市泽熙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这是制造商，室内使用，双路绝缘，非热带地区使用，循环10年，3C 认证，不要扔向垃圾桶，海拔2000米以下地区使用。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图。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一个充电器3个充电口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首先是 Type-C 1口，这个协议检测出来非常多啊，有高通 QC 3.0 3.6至20伏，华为的 FCP 最高功率24瓦，华为的 SCP 协议最高功率是40瓦，三星的 AFC 最高功率也是24瓦，展讯的 SFCP， 这下面是联发科的 P1 和 P1 加 2.0， 然后就是 PD 3.0 的公版协议100瓦 PPS 和 QC5。 PD 3.0 点进去固定档位5个，最高20伏5安100瓦。 PPS 有2个档位，一个 3.3 至11伏5安，一个 3.3 至21伏的5安，55瓦的 PPS 和100瓦的 PPS 它都是有的。然后下面3个则是基础协议。然后现在检测出来是 Type-C 2口它的协议支持的情况，这前面的协议跟 Type-C 1口是一模一样的，包括 PD 3.0 的公版协议，点进去看也是一模一样的。下面3个基础协议也是一样的。现在是 Type-C 3口它的协议检测出来的情况，这前面的协议包括基础协议跟前面2个充电口都是一样的，唯一不一样的就是 PD 3.0 它是65瓦。 PD 3.0 点进去这个固定档位就是最高是20伏 3.25安65瓦，然后 PPS 协议
只有一个 3.3 至11伏5安的55瓦 PBS。手机的快充兼容性测试，我们还是从这一个小米手机开始，看它能不能启动 PBS 的快充。首先是 Type-C 一口已经启动了 PBS 快充，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7、8瓦的样子，这个很不错的啊。然后是 Type-C 二口一样的启动了 PBS 快充，真实功率也可以跑到27、8瓦。Type-C 三口也是一样的，能够启动 PBS 快充，真实功率也是27、8瓦。我们以这个荣耀60来测试华为充电的兼容性。首先是 Type-C 一口可以启动超级快充，真实功率只能跑到21瓦左右。Type-C 二口一样的启动超级快充，真实功率也是一样的啊。Type-C 三口一样的启动超级快充，真实功率也是在20瓦、21瓦的样子。然后这一部手机是蓝厂的 J9 Travel， 它可以支持高功率的 PBS。Type-C 一口可以启动 vivo 的闪充标识，真实功率可以跑到32瓦左右。Type-C 二口也可以启动 vivo 的闪充标识，真实功率一样的可以跑到30瓦左右。Type-C 三口一样的启动 vivo 的闪充标识，这个充电器对蓝厂的设备很友好。Type-C 三口的功率已经飙到38、9瓦了。绿厂设备的兼容性有两种，24年上半年以前出的产品它是不支持 PBS 快充的，24年下半年以后出的产品基本上都可以支持 PBS 快充，大家要注意一下。就像这个充电器充这一个 A3 Pro 的话，真实功率只有12瓦的样子，3个充电口都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一款绿厂的设备是24年下半年以后的产品，插上去它可以启动 PBS 快充，这个起始功率可以跑到26瓦左右，功率翻了1倍都不止啊。Type-C 二口也是一样的，可以启动 PBS 快充，真实功率的话也可以跑到25瓦左右。Type-C 三口一样的可以启动 PBS 快充，真实功率也是26瓦左右。对于荣耀设备的话，这3个充电口全部都有 SCP 和 FCP 的协议，所以说它启动不了 PBS， 非常可惜啊。插上去全部都是显示的超级快充，而且3个充电口的功率都是只有20瓦左右。如果 C 一口和 C 二口这2个充电口把一个充电口剔除一个 SCP 和 FCP 协议的话，它应该是可以启动100瓦的 PBS 的。这部手机是三星 Note 10加。Type-C 一口启动超快充电 2.0， 功率可以跑到15瓦左右。Type-C 二口也是超快充电 2.0， 功率也是差不多的。Type-C 三口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功率也是差不多的。前面的兼容性测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器可以兼容小米的 PBS， 可以兼容蓝绿厂的 PBS， 所以说我们直接采集一个 PBS 充电的数据，然后再采集它 PD 的苹果充电的数据，后面就是直接对它进行100瓦烤机测试，看它的温升的情况。这部蓝厂的 J9 Travel 在前面兼容性测试中，它的功率是最高的，有38瓦左右。我们就用这一部手机来采集 PBS 充电的数据。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 3%， 还是用 Type-C 三口，功率就要高一点。我们采集它的数据。这个 iQOO J9 Travel 充电已完成，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前面15分钟左右就是40瓦左右的功率一直在充电，然后充到15分钟过后有几个功率波动，这个波动的尖峰最高功率是40多瓦，最低功率是29瓦，后面就一直平稳的运行在30瓦左右的功率，一直充到 90%，90% 以后就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这个手机充满电。完整的充电时间是刚好1小时，6000毫安的电池，1小时也算是很不错的一个充电速度了。我们来看一下温度，从这个 iQOO 手机它的最高温度是 40.7 度，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的温度在17度左右。这部手机是苹果14，我们用它来采集 PD 的充电数据。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是 1%， 这个苹果手机电已经充到98了，我们直接看充到80的充电曲线图。曲线图是一个标准的苹果充电曲线图，但是没有了前面的低功率的阶段，它直接插上充电器就直接拉到20瓦的功率，大概拉了15分钟时间，然后降到16瓦的功率，大概持续了8分钟时间，再降到11瓦的功率，持续了大概6分钟左右，然后降到6瓦的功率，充了一会儿就充到 80%， 降为基础的功率再充电。这个手机从 1% 的电充到80的电，一共花了52分钟时间，这个充电速度算是很可以的了。从 1% 到80，而不是从 20% 到80。我们来看一下充苹果手机的温度，最高温度是 35.2 度，我们今天室内的温度在21度左右。我们现在要做的对这个充电器进行烤机测试，我们用负载仪直接拉它的100瓦功率，进行长时间的功率拉载。这个100瓦的一折3元载，100瓦的功率已经持续了2个小时。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真实功率是 94.8 瓦的功率，一直持续的在运行，非常的稳定，没有降功率。我们再来看一下温度，在1个半小时的时候已经在61度左右，它的最高温度是 61.7 度。
这个测试过程，我用热像仪也采集了2次温度图片。第一次是40分钟的时候，我们用热像仪采集出来，表面温度是 58.3 度，核心温度是69度。这个时候采集线产出来的温度是 55.9 度。在1个半小时的时候，用热像仪采集出来，表面温度是 64.3 度，核心温度是75度。用采集线采的温度是 61.5 度。这样测试下来的话，这个充电器它的温度控制表现是非常不错的啊。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的温度是21度左右，100瓦表现都不错，65瓦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对这一根 USB-4 磁吸全能线做一个测试。它这一根线的线材的规格是可以支持雷电4、USB-4， 可以支持 8K 60赫兹的视频传输，48伏5安240瓦的功率。我们马上对它的数据来进行一个测试。这就是这根奶瓶线 eMark 芯片的信息。被动型数据线方案的话，这上面没有写，要把线材拆开我们才知道。供电能力是50伏5安240瓦 1.2， 速率规格是 USB-4 更3 40 Kbps 的标准。下面则是版本信息，我们用智翔的仪表来测试它的线阻的情况。这根线材的内阻大概就是156毫欧左右。USB-4 的数据传输线，它内部的线芯要多很多，有这样的成绩是非常不错的。我用我这一个20 Kbps 读写速度的硬盘来测试这一根线，实际的读取速度可以到467兆每秒，写入速度465兆每秒。我传输一个 19.3 GB 的视频文件，从电脑传到硬盘，它的最高的写入速度可以到360兆每秒，平均的话大概是260兆每秒，1分多钟时间就传完了，接近20 GB 啊。从硬盘复制到电脑上面，它的最高的峰值速度可以到660兆每秒，平均速度可以到380兆每秒，非常不错的速度啊！可以说把我这个20 Kbps 的硬盘性能全部榨干了，就这一根线。这根线材的压降值测试，我们就测9伏和15伏2个档位。9伏1安的压降值大概是 0.18 伏，9伏3安的压降值大概是 0.53 伏，15伏1安的压降值也大概是 0.18 伏。15伏3安的压降值也大概就是 0.51 伏，20伏5安100瓦功率输出，这边输入的话就是96瓦，中间丢失功率大约4瓦左右。28伏5安140瓦输出，这边136瓦，大约也就是丢失了功率4瓦左右。这一个一折3元载，它的多口功率分配设置的非常的清晰明了，单口 C1 100瓦 ，C2 100瓦 ，C3 65瓦，双口任意双口输出都是65加30的模式，三口输出的话就是45加30加20，总功率不能超过100瓦。功率分配我们就不测试了，直接来测试它多口使用的时候有没有断连的情况。现在是双口使用的模式 ，C1 启动100瓦，我们接上 C2， 没有断连，瞬间调整功率到65瓦。这边的话就是启动 PD 30瓦，拔掉 C2 口 ，C1 口不断连，瞬间回到100瓦功率。同时使用的时候，我们拔掉 C1 口 ，C1 加 C3 的小功率口子的情况 ，C1 口启动100瓦，我们接上 C3 口，没有断连，功率回到65瓦，这边的功率就是30瓦，总功率在90瓦左右。拔掉 C3 口。C1 口回到100瓦 ，C1 加 C3 同时用的时候，我们拔掉 C1 口的大功率 ，C3 口没有断连，功率迅速的回到65瓦，这个是 C3 口的最高功率。C2 加 C3 也是一模一样的。3个充电口同时用会不会断连？我们启动 C1 口100瓦，接上 C2 口，没有断连，功率降到65瓦 ，C2 口走30瓦，我们再接上 C3 口。同样的不会断连 ，C2 口纹丝不动 ，C1 口变成了45瓦，这个充电口就走了20瓦。拔掉 C3 口 ，C1 口回到65瓦 ，C2 口纹丝不动，再插上去也是一样的。这样测试下来，这个充电器一样的是拥有了多口同时用的时候不断连的技术，这个是很不错的。这个一折3元载100瓦的氮化镓充电器，它的电能利用率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测试一下。首先是110伏60赫兹的状态。插电的瞬间让有功耗 1.2 瓦，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它的待机功耗的话，一直就是 0.3 到 0.8 瓦之间浮动。综合下来，它的待机功耗为 0.5 瓦。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110伏输出 19.1 瓦，这边直流输出 15.5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1%。9伏3安27瓦功率，110伏输出 31.8 瓦，这边直流输出 27.5 瓦。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6%，12伏3安36瓦功率，110伏输出41.3瓦，这边直流输出36.5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8%，15伏3安45瓦功率，110伏输出50.7瓦，这边直流输出45.5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90%，20伏3.25安。也就是65瓦功率，110伏输出69.9瓦，这边直流输出63.6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91%，20伏5安100瓦功率，110伏输出106.9瓦，这边直流输出96.9瓦，折算转换效率也是91%，PF 值0.99。现在是220伏50赫兹的状态。插电的瞬间是没有看到有浪涌功耗的，但是它的待机功耗的话也是有浮动，浮动范围是0.4到1.2瓦。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我们大概算了一下它的平均待机功耗为0.8瓦的样子。现在是5伏3安15瓦功率，220伏输出19.4瓦，这边直流输出15.5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0%，9伏3安27瓦功率，220伏输出31.8瓦，这边直流输出27.5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6%，12伏3安36瓦功率，220伏输出41瓦，这边直流输出36.6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9%，15伏3安45瓦功率，220伏输出50.2瓦，这边直流输出45.6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91%，20伏3.25安65瓦功率，220伏输出69.1瓦，这边直流输出63.8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92%，20伏5安最高功率100瓦功率，220伏输出105.5瓦，这边直流输出97.3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也是92%，这个功率因素也是非常高的啊，0.925。这个充电器2个电压档位的能量转换效率测试下来，110伏电压的环境下，它的平均的转换效率有87.8%，最高功率的 PF 值0.99，220伏电压下，它的平均转换效率为88.3%，PF 值最高功率是0.93，都是接近1的功率因素。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对这个充电器的交流文波输出做一个全方位的测试。C1 口、C2 口、C3 口我们都要测一遍，看这个充电器是不是一个极品的充电器啊。首先我们对 Type-C 1口的文波进行测试，5伏3安1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5.1 毫伏，平均文波 32.2 毫伏左右。9伏3安27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6.7 毫伏，平均文波在 39.2 毫伏左右。12伏3安36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3.7 毫伏，平均文波 39.2 毫伏左右。15伏3安4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67.9 毫伏，平均文波在 35.3 毫伏左右。20伏3.25安65瓦功率，一进入高电压档位，这个文波马上就降下来了，最高文波 16.6 毫伏，平均文波 13.1 毫伏左右。同样是20伏档位5安100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20.7 毫伏，平均文波 14.2 毫伏左右。我们现在来测 Type-C 2口文波的情况。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28.4 毫伏，平均文波 25.7 毫伏左右。9伏3安27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6.4 毫伏，平均文波 31.9 毫伏左右。12伏3安36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3.96， 也就是44毫伏，平均文波 32.1 毫伏左右。15伏3安4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4.6 毫伏，平均文波 30.6 毫伏左右。这文波牛啊，一到20伏档位，它的文波马上就降了很多啊。现在是20伏3.25安6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6.7 毫伏，平均文波 12.9 毫伏左右。20伏5安最高功率100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20.2 毫伏，平均文波 13.8 毫伏左右。现在我们来测 C3 口文波表现的情况。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0.9 毫伏，平均文波在 32.4 毫伏左右。9伏3安27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7.4 毫伏，平均文波 40.4 毫伏左右。12伏3安36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7.6 毫伏，平均文波 40.2 毫伏左右。15伏3安4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8.7 毫伏，平均文波 38.6 毫伏左右。这个充电器20伏档位输出的文波
真的是非常的极品啊！一旦进入20伏档位，它的温波立马就变了。20伏3.25安，也就是65瓦功率，它的温波最高的时候是18.3毫伏，平均温波13.7毫伏左右。各位铁子们，这个充电器的温波表现，大家觉得怎么样？我把数据测试出来了，由你们说了算。经过全方位的实测，这个一折100瓦3延载氮化镓充电器在性能方面可谓表现优异啊。首先是协议支持，唯一遗憾的就是荣耀手机无法启动100瓦 PPS， 这点希望厂家后期能够进一步优化。在多口使用的体验上，双口、3口同时拔插，充电过程稳定无断连，这一点对于多设备用户来说非常友好。能效方面，电能转换率达到了88%左右，表现非常优秀，是真正的高效能快充的代表。温波控制也是一大亮点，全程基本控制在50毫伏以内，尤其在20伏输出的电压下，温波低至10几毫伏，这表现堪称洁癖级的输出啊，对设备极其友好。这一根 USB-4 数据线实测中，实际的传输速度达到了380兆每秒，完美符合 USB-4 标准，数据能力同样不容小觑。总体来说，这是一款值得入手的100瓦级快充产品。各位老铁们，你们觉得呢？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别忘了点赞3连支持。后面我们会对这个充电器数据线做详细的拆解，看看内部是否同样的精彩。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